Hola， 欢迎来到西班牙。今天是平安夜，2017年的平安夜。我们刚到巴塞罗那，但是在这待不了多一会儿，我们马上就要去马德里了。所以现在只能在这附近市中心稍微大概转一一转，然后马上还要去赶火车。我买了一个圣诞帽。这里是 Palau Nacional， 叫国家宫。这是1929年巴塞罗那办世博会的时候的场所，然后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国家美术馆。刚我们在火车站买了一大包火腿，再尝尝怎么样？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很有名的，很香，特别香。在西班牙的第2天，早上天还没亮呢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其实已经快8点半了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，空空荡荡的。今天是圣诞节嘛。我们待会儿坐火车去托莱多，是一个马德里旁边离得很近的一个古城。马上就要进托莱多了，今天特别大的雾。这里是托莱多以前的旧的城门，这是1000年前摩尔人建的，1000多年了还保存得特别好。据说托莱多整个古城都保存得特别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儿的巧克力特别浓，感觉跟喝化了的巧克力一样，都是稠的。托莱多有3面都被山和河包围着，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防守的一个城，在古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。刚买了几个 tapas， 好吃吗？好吃，特别香。刚才切的火腿，我们要了一小盘，这是50克的，来录一下。这是最贵的那个伊比利亚火腿，200块钱1公斤应该。200块钱1公斤。切了一小盘。这个火腿特别嫩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特别的香，就跟那个便宜的火腿就是不一样，反正我觉得就是不一样。
刚刚买的马萨瑞拉芝士，上面放的烟熏三文鱼，很豪华。哎呦，这个芝士好香啊！是吗？不臭啊？不臭。我本来就不讨厌吃马萨瑞拉芝士，但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马萨瑞拉芝士。好香。真的好香。早上好，今天是第3天，我们到了 Segovia 塞格维亚，也是马德里旁边的一个小古城。离马德里坐火车半个小时就到。这是一个饮水渠，罗马人2000年前修的饮水渠，特别厉害。这个很高很高的，这儿看着可能不觉得高，但是这个有30米高呢。2000年就还保存的特别好。我身后的这个是 Segovia 的城堡，这儿是迪士尼的城堡的原型之一呢。我今天还特地穿了睡美人的小裙子，看。Segovia 特别出名的烤乳猪，看看脆皮烤乳猪，好嫩啊这个肉，然后味道也很浓。我尝尝这个皮，这皮看着特别脆，一嚼一嘴油，酥脆，然后里边的肉特别嫩。我们回到马德里了。这边终于晴天了，刚才在Segovia都下雪了。昨天晚上到了塞维利亚，今儿本来打算去海边一个小镇叫卡蒂斯的，不过前2天走的实在是太累了，在马德里和Toledo和 Segovia 2天走了3个城市，所以今天打算稍微放松一下，把那个卡蒂斯的行程取消了，然后我们就在塞维利亚慢一点走一走。这边城很大，里边好多小路，跟迷宫一样。我们在 Seville 逛累了，这会儿中午找了一家 tapas 的小酒馆，特别小的一家店，但是看着特别地道，就几桌，然后老板连英文都不会说，刚才跟他点菜连比划带说，也就随便点了几个，点了2杯酒，然后点了点火腿，还有一些看着比较像当地菜的 tapas， 尝尝怎么样？感觉应该很正宗的。对，毕竟人家都不会说英文。后边这几桌都是当地人，他们都在说西班牙语，然后我们是这儿唯一的游客。上来2个很奇怪的东西，这个是本来以为是五花肉，结果是猪肝肠一样的东西。
刚才跟人对付半天，还是没交流清楚，点了一盘猪肝上来。我也不吃猪肝，吃了一口发现味道不对。这个三明治里面应该是猪肉和牛肉做的 stew， 夹心儿的。那还挺好吃的，我刚尝了一口。这是生鱼和化了的 cheese 放在面包上烤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鱼。这鱼好新鲜哦。然后因为是生的，所以特别的软，然后口感特别好。这个是很薄的烤的脆脆的一个饼，上面放着三文鱼，烟熏三文鱼，还有那叫什么 avocado 啊牛油果。啊，好好吃啊，有点甜，然后那个烟熏三文鱼的味道特别香。这个饼上面撒了一层糖，所以是甜的。然后 avocado 磨得很嫩，很细的，好好吃。这里是以前一个伯爵夫人的房子，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博物馆。这是一个16世纪盖的房子，是当时非常典型的安达卢西亚区的有钱人家的大豪宅。这个整个保存的特别好。这是我们的酒店，这是一个好多老房子改造的酒店，然后里边的大花园都是以前的老房子的样子，有好多个这种小天井，特别漂亮，很独特的酒店。现在是日落了，我们到河边来散散步。今天还有一点晚霞，虽然云很厚，不过晚霞还是很美的。今天晚上来吃海鲜饭了。虽然不是塞维利亚的特产，但是好歹到了西班牙，所以怎么也得吃一顿试试。有两只大虾，有一些 mussel， 然后一些小的壳，这种牡蛎，然后就是西红柿，能剩的一边吃再挖一挖才能吃。我们今天到了科尔多巴，这里是塞维利亚旁边一个很老的古城。公元1世纪的时候，从北非过来的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占领了这片地之后，在这儿修建了很多新的房子。摩尔人他们数学和科学特别发达，然后在这儿建了很多清真寺啊，很多图书馆，很多学校，高等学校。然后这曾经是当时是欧洲最发达、最有文化的地方之一，也是整个欧洲的穆斯林文化的中心地带。这里是科尔多巴的大清真寺尖教堂。以前这儿是一个很壮观的一个清真寺，后来西班牙被基督教徒收复了之后，这儿就改造成了一个大教堂。这儿是保存最好的摩尔风格的建筑之一。基督教徒在重新占领了西班牙之后，看到这么漂亮、这么精美的清真寺的建筑，也舍不得拆，然后他们就直接在上面加盖了好多基督教的东西。我们现在要看 Seville 非常传统的 flamenco 舞。虽然说到 flamenco 舞好像是整个西班牙的东西，但其实是安达卢西亚区，尤其是塞维利亚是最正宗、最传统的。这个舞台特别小，而且离我们特别近。我之前以为的是那种看歌剧的那种，后面前面一个大舞台，大家观众都在后面。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剧场，然后观众围在一圈。
flamenco 的表演过程中是不能录像的，只有最后演员谢幕的时候可以拍点照片。我们2个对 flamenco 一点都不了解，所以一开始我还蛮担心能不能看得懂的。但是，哎呀，真的太好看了，没有看得懂看不懂之说，就是那种演员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激情，还有奔放的那种感觉，在舞台上特别快的踢踢踏踏，然后甩着裙摆，甩着衣服。真的非常震撼。我们刚刚买了一大根 churros， 里面是 dulce de leche， 这叫什么？像是焦糖一样甜甜的，然后好好吃啊！太妃糖，这是太妃糖。好香。现炸的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是早上9点10分。离塞维利亚的皇宫开门还有20分钟，门口已经排了这么长的队，2头都看不见。还好我们提前买了票，可以直接排到最前面。我们算是第一波进来的，所以里边游客还特别少，很安静。然后里面真的特别漂亮，非常的华丽，所有的地方都有好多细节可以看。塞维利亚王宫最早是摩尔的国王修建的。之后又被很多人扩建过很多次，信基督教的西班牙王室也在这儿住过很久，所以就变成了今天这个巨大又豪华的样子。这儿被认为是西班牙最美的宫殿之一。又在吃 tapas 了，西班牙的 tapas 好好吃，而且点一点点或者点一大堆都可以，好方便的。这是大虾，油炸的大虾。我们点了一个叫牛尾 cappuccino 的东西，我一开始以为它就是说牛尾的炖牛尾的，结果给我们上来一杯，真的跟 cappuccino 一样的。这底下看着像是牛肉碎的牛尾，上面这层我不知道是。看着极像肥肉，像牛油，但是不应该吧？你尝尝这是什么？哦，就像土豆泥一样的。哦，土豆泥。很好吃，很好吃，有那个牛肉的香味儿，炖进去的土豆泥。牛尾也很嫩，就像土豆和这个 cheese 的香味儿。这里是塞维利亚的西班牙广场，之前这儿本来是一个展会中心，然后这个建筑就这么留了下来，现在是塞维利亚很重要的一个地标。这儿游客和本地人都特别多。我们到了在西班牙的最后一站巴塞罗那，要在这儿待2天。这儿有很多高迪的建筑，我特别的期待。因为它的设计风格很有特色，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这么童话一样的、非常纯天然的，像是森林里面的小精灵住的房子一样。这里是巴塞罗那的音乐喷泉，叫 The Magic Fountain， 魔幻喷泉。这儿就是我们第1天来的那个叫国家宫的那个美术馆前面的那个喷泉。找了一家米其林推荐的海鲜馆子，这边什么的？吃生鱼的。现在还有半盘没有吃掉的。这是金枪鱼中段的 carpaccio，特别嫩，肉质很好。
是在西班牙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到了 Sagrada Familia， 圣家堂，这是高迪死前的最后一个作品，然后也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仍然在建的建筑，130多年前就开始盖了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工。我们坐电梯到圣家堂的塔顶上，可能没有到塔顶，但是很高很高的地方。现在正在往上爬最后一小段，然后我们出去看一眼风景怎么样？挺高的。这是在西班牙的最后一顿饭啦。对，明天一大早就返程了。在吃 tapas 和 nachos。巴塞罗那这边吃的并没有塞维利亚那么好。对，感觉那边的 tapas 做的特别有味道，特别地道。然后街上全都是馆子，然后各种。这边就比较像大城市的那种餐馆比较。还是南方好。我觉得这一趟最有意思的就是塞维利亚，也是比较出乎意料的。对。本来我最期待的是巴塞罗那，结果这高迪的建筑虽然是非常的漂亮，但是除了高迪之外，没有什么别的好看的。哎，一不小心点了这么大一桌子菜，海鲜饭端上来这么大一盘，实在是没想到，人家写的是1人份的，但是竟然这么大。这是这儿的年夜饭了，今天是31号。是的，明天一大早就要走了。拜拜。